婚礼现场，香槟塔前，江晚晴，你还真敢来！新娘顾诗雨挽着白纱，眼中带着挑衅。我还以为你会躲在家里哭呢，为什么不来？江晚晴穿着一袭墨蓝色长裙，珍珠耳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毕竟是萧远山亲自邀请的，别装了，他就是想让你看看离开你之后他过得多好。顾诗雨压低声音，你以为穿得再光鲜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事实。江晚晴淡淡一笑，是吗？那我们拭目以待。台上司仪正在调试麦克风，萧远山匆忙走来，脸色有些紧张。晚晴，你怎么真的来了？怎么后悔邀请我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3年前的那场离婚，至今让江晚晴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江晚晴刚从公司回到家，就看到萧远山和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沙发上，两人的姿势暧昧的让人无法忽视。晚晴，你回来了。萧远山看到妻子，不仅没有慌张，反而理直气壮地站起身。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那个女人慢慢转过头，江晚晴看清楚后差点没站稳，居然是顾诗雨，自己从小疼到大的表妹。姐姐，顾诗雨的声音里带着说不出的得意。我和远山是真心相爱的。江晚晴感觉天旋地转，她怎么也想不到，背叛自己的竟然是2个最亲近的人。萧远山是她的丈夫，顾诗雨是她从小当亲妹妹疼爱的表妹。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江晚晴的声音在颤抖。半年前。萧远山毫不遮掩。晚晴，你成天就知道工作，家里跟旅馆一样。我需要的是一个女人，不是赚钱机器。诗雨懂得怎么照顾男人，她温柔体贴，不像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顾诗雨在一旁添油加醋，姐姐，我知道这样对不起你，但是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远山说他和你在一起很压抑，你太强势了，男人都不喜欢这样的女人。江晚晴握紧拳头，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她想起顾诗雨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哭着给自己打电话求帮助，是自己托关系让萧远山把他安排进了公司。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江晚晴的话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姐姐，你对我好，我很感激，但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顾诗雨假惺惺地说，而且你这么优秀，肯定能找到更好的男人。远山就让给我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萧远山接过话茬，晚晴，我们好聚好散吧，房子车子都给你，我净身出户。诗雨已经怀孕了，我必须对她负责。江晚晴听到这句话，脑子里嗡的一声，她想起1个月前自己刚刚流产，原因就是发现丈夫和别的女人暧昧短信后受到刺激。你说什么？江晚晴的声音变得冰冷。诗雨怀孕3个月了。萧远山说得很自然，我们打算尽快结婚。顾诗雨故意抚摸着肚子，姐姐，我知道你可能接受不了，但孩子是无辜的，我和远山是真心相爱的，不是玩玩而已。江晚晴想起自己失去的孩子，心如刀绞。她当时怀孕2个月，本来满心欢喜的准备告诉丈夫这个好消息，结果却发现了他的背叛。你们真恶心。江晚晴说完这句话，转身上楼收拾东西。萧远山在身后喊，晚晴，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但这是最好的选择，我们3个人都能解脱。顾诗雨也装模作样的哭起来，姐姐，你不要恨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江晚晴收拾东西的时候，听到楼下2人在商量着什么。萧远山说，
诗雨，你别担心，婉晴人挺好的，不会为难我们。顾诗雨回答：我就是怕她报复我们。姐姐看起来挺恨我的，她能怎么报复？我净身出户了，她还想怎么样？萧远山满不在乎，而且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她嫉妒也没用。听到这些话，江婉晴的心彻底死了。她拖着行李箱下楼，萧远山和顾诗雨还坐在沙发上，表情轻松的像是解决了一个麻烦。婉晴，要不要我送你？萧远山假惺惺地问。不用。江婉晴头也不回地走了。离婚手续办得很快，萧远山急着和顾诗雨结婚，江婉晴也不想拖泥带水。法庭上，萧远山净身出户，江婉晴分给他一套小公寓，算是最后的仁慈。顾诗雨挺着肚子在法庭上哭哭啼啼：姐姐，我知道错了，但孩子是无辜的，希望你能原谅我们。萧远山也装出愧疚的样子：婉晴，对不起，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也希望你能找到幸福。江婉晴看着这两个人的表演，觉得恶心。她签下离婚协议，转身离开，再也不想看到他们。离婚后的日子很难熬，江婉晴搬到了郊区的一套公寓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朋友们都劝她重新开始，但她已经对感情失去了信心。萧远山和顾诗雨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两人很快同居。萧远山找了一份新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够他们小日子过。顾诗雨怀孕期间被萧远山照顾得无微不至，经常在朋友圈晒幸福。远山给我买的燕窝，说对宝宝好，老公陪我散步，真贴心。怀孕期间还是要有人疼有人爱啊。这些朋友圈江婉晴都能看到，每一条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但她强迫自己不去在意，专心投入工作。今年春天，顾诗雨生了个儿子，萧远山高兴得不得了，在朋友圈发了10几条状态，配上孩子的照片，文字里充满了做父亲的喜悦。我的小王子出生了，7斤2两，母子平安。诗雨辛苦了，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现在。江婉晴看着这些状态，想起自己失去的孩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她关掉手机，把自己埋在工作里。秋天的时候，萧远山开始筹备婚礼。他们选择了市里最豪华的国际酒店，邀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婚礼邀请函是萧远山和顾诗雨亲自送来的。那天，江婉晴正在家中加班处理一个重要项目。门铃响起时，她很不耐烦。开门看到萧远山和顾诗雨时，江婉晴愣了一下。萧远山穿着一身新买的西装，顾诗雨挽着他的胳膊，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婉晴，打扰了。萧远山说话时故意压低声音，像是怕吵醒什么人。我们有件事想告诉你。什么事？江婉晴冷淡地问。顾诗雨抢着说话。姐姐，这是我和远山的婚礼邀请函，我们特别希望你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说着，他递过一张烫金的邀请函，上面用华丽的字体写着萧远山先生与顾诗雨小姐敬邀您参加我们的婚礼。江婉晴接过邀请函，翻看着里面的内容。婚礼时间定在下个月，地点是清河市国际酒店的宴会厅。为什么邀请我？江婉晴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萧远山和顾诗雨对视一眼。萧远山说，毕竟我们曾经是夫妻，现在虽然离婚了，但还是朋友。我们想让过去的人见证新的开始。顾诗雨接着说，而且姐姐你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我们就想让你看看我和远山有多恩爱，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些启发，让你也能找到合适的人。
江婉晴听出了话里的挖苦，但还是保持着表面的平静。对了，姐姐，你现在还是一个人住吗？顾诗雨假装关心地问。30多岁的女人，再找对象可不容易了，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当然了，条件肯定比不上远山。萧远山在旁边笑着说，诗雨就是心善，还想着帮你。不过说实话，婉晴，你脾气太强了，哪个男人受得了？还是诗雨懂得怎么爱一个男人。顾诗雨故意抚摸左手上的钻戒，这是远山送我的求婚戒指，8克拉的。姐姐，比你当年的那个大多了吧？远山说，给心爱的女人就要买最好的。江婉晴看着那枚闪闪发光的钻戒，心中涌起一阵酸涩。当年萧远山给她的订婚戒指只有2克拉，还是分期付款买的。你们什么时候求婚的？江婉晴问。上个月。顾诗雨得意地说。远山说，等儿子满月了，就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他最爱的女人。萧远山点头，是啊，诗雨值得最好的，他这3年来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还给我生了儿子，我要给他一个完美的婚礼。听到3年来这4个字，江婉晴心中一震，难道他们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保持了更长时间的关系？3年来，江婉晴忍不住问。顾诗雨和萧远山又对视一眼，萧远山有些尴尬地说，我是说，从诗雨怀孕到现在。但顾诗雨似乎没有要掩饰的意思。姐姐，其实我和远山的感情比你想象的要深，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只是当时你……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江婉晴握紧了拳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开始怀疑，这2个人的关系是不是比自己知道的更早开始？你们考虑清楚了，真的要邀请我？江婉晴最后问了一遍。当然，萧远山肯定地说，我们希望你能来。顾诗雨补充，是啊，姐姐，你来了，大家都高兴，我们也想让你看看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江婉晴看着2人脸上的表情，明白了他们的真实用意，这不是什么友好的邀请，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我知道了。江婉晴接过邀请函，我会考虑的。那就这样说定了。顾诗雨高兴地拍手，姐姐，记得要盛装出席啊，毕竟是这么重要的场合。萧远山也说，是啊，希望你能真心祝福我们。2人离开后，江婉晴看着手中的邀请函，心情复杂。她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不去的话，这2个人一定会到处宣扬，说前妻嫉妒的连婚礼都不敢参加。接到邀请函后，江婉晴的朋友们都气愤不已，这2个人绝对是故意的。好友孙美林愤怒地拍桌子，这是明摆着要羞辱你。孙美林是江婉晴的大学同学，2人关系很好，听说前夫要邀请江婉晴参加婚礼，孙美林气得七窍生烟，你千万别去，去了就中了他们的计。另一个朋友赵文也劝道，这种人渣不值得你浪费时间。江婉晴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张烫金的邀请函，陷入了沉思。她了解顾诗雨的性格，这个表面温柔，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女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如果自己不去，顾诗雨一定会在婚礼上大肆宣扬，说前妻嫉妒的连婚礼都不敢参加，太没有气度了。到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可怜虫，输不起的女人。婉晴，你在想什么？孙美玲看出了她的犹豫，你不会真的要去吧？我在考虑。江婉晴说，不去的话，他们会说我输不起，谁在乎他们怎么说？赵文不解，你又不是靠他们过日子。江婉晴摇摇头，你们不懂，顾诗雨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她表面上装得很善良，实际上最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如果我不去，她一定会到处传，说我嫉妒她抢走了萧远山。孙美林想了想，说：“那你去了，不是正中她下怀吗？她肯定会在婚礼上故意羞辱你。”那倒不一定。江婉晴若有所思，如果我去了，她反而不好太过分，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江婉晴内心深处有种预感，顾诗雨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个女人太得意了，得意的有些过头，好像掌握了什么致命武器。果然，婚礼前1周，江婉晴接到了顾诗雨的电话：“姐姐，你想好来不来了吗？”顾诗雨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挑衅：“我已经告诉所有人你会来的，大家都很期待呢，毕竟都想看看传说中的前妻长什么样。”江婉晴握紧电话：“我会去的。”“那就好。”顾诗雨的声音更加得意：“对了，我们婚礼的主题是新娘最美，所以请你不要穿得太过艳丽，免得抢了新娘的风头。当然，以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应该也抢不了什么风头。”江婉晴深呼吸，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了。还有，远山说了，你要是想在婚礼上说什么祝福的话，最好提前准备一下。”顾诗雨继续挖苦，他希望你能真心实意地祝福我们，不要让大家看出你内心的嫉妒和不甘。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要是表现得太难看，大家会笑话你的。江婉晴听着这些恶毒的话，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但她还是忍住了，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了，那就这样，等你来参加我的婚礼。”顾诗雨最后说：“记住，要真心祝福我们哦。”挂断电话后，江婉晴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这个曾经叫自己姐姐的女人，现在说话的语气里充满了恶意和优越感。第2天，江婉晴收到了萧远山发来的短信：“婉晴，诗雨说你答应参加我们的婚礼了，我很高兴，希望你能真心祝福我们，我们都想和过去和解。”江婉晴看着这条短信，冷笑了一声：“和解？他们有什么资格谈和解？”但让江婉晴更加愤怒的是，萧远山居然还发了第2条短信：“对了，你要是缺礼金的话，意思一下就行了，我们不在乎这些，主要是希望你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这句话简直是在江婉晴的伤口上撒盐。她什么意思？觉得自己离婚后过得很惨，连礼金都出不起吗？江婉晴气得想要立刻回电话骂他，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他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让这2个人看出自己的愤怒。那天晚上，江婉晴失眠了，她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萧远山和顾诗雨的脸。她想起自己当年是怎么把顾诗雨当亲妹妹疼爱的，想起自己是怎么帮萧远山在事业上打拼的，结果换来的是什么？背叛和羞辱。第2天，江婉晴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去参加这场婚礼，但不是为了受辱，而是为了让这2个人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优雅和底气。她去了市中心最好的服装店，精心挑选了一套深蓝色的晚礼服。这套裙子剪裁完美，料子上乘，穿在身上显得优雅又不失庄重。小姐，您穿这套裙子真是太美了，销售员赞不绝口。这个颜色特别衬您的肤色。江婉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她又配了一套珍珠首饰，从项链到耳环，每一件都精致无比。接下来是美容院，江婉晴预约了最好的造型师，要求对方把自己打造的完美无缺。江小姐，您要参加什么重要场合吗？造型师一边给她做头发，
一边问：“参加一场婚礼。”江婉晴淡淡地说：“新娘是您的朋友吗？”江婉晴停顿了一下，说：“算是吧。”造型师很专业，给江婉晴设计了一个既优雅又不抢新娘风头的发型，妆容也是恰到好处，既突出了她的五官优势，又保持了适当的低调。做完造型，江婉晴站在镜子前，连自己都惊讶了。3年来，她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打扮自己。镜子里的女人优雅、自信、美丽，完全看不出受过任何伤害。江小姐，您真是太美了！造型师由衷的赞叹。参加婚礼的人里，您一定是最优雅的那个。江婉晴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她知道，明天的婚礼将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婚礼前3天，让江婉晴意想不到的是，萧远山的母亲竟然也给她打了电话。婉晴啊，我是远山的妈妈。萧母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听说诗雨邀请你参加他们的婚礼。江婉晴握着电话，心中涌起一阵厌恶。当年萧母对她还算不错，虽然总是抱怨她不够温柔，但至少表面上还维持着婆媳关系。是的，阿姨。江婉晴礼貌地回答。哎呀，这孩子就是心善。萧母叹了口气，换作是我，绝对不会邀请前妻，但诗雨就是这么大度，说什么都要请你去见证他们的幸福。江婉晴听出了话里的挖苦，但还是保持着礼貌。诗雨确实很大度，那你可要注意分寸啊。萧母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诗雨这孩子年轻漂亮，又懂事贴心，远山现在过得可幸福了。你看看人家，才20多岁就给我生了大孙子，多能干。说到孙子，萧母的声音明显兴奋起来。我那个大孙子啊，长得可像远山了。诗雨月子里，我天天去照顾，那孩子一看到我就笑，可乖了。江婉晴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她想起自己失去的孩子，眼眶有些发热。你们离婚后，远山各方面都好了很多。萧母继续说，诗雨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做饭洗衣样样拿手，不像某些女人整天忙工作，连个孩子都不要。这句话直接戳中了江婉晴的痛处。当年她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因为发现丈夫出轨受到刺激才流产的。但萧母显然不知道真相，或者说她选择性地忽略了真相。诗雨真的很贤惠。江婉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就是啊，萧母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你看诗雨，怀孕期间还坚持给远山做饭，生了孩子也不嫌累，天天围着孩子转，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江婉晴握紧了电话，萧母这是在故意刺激她。我听诗雨说，你现在还是一个人。萧母假装关心地问。也是，女人过了35，再找就难了。不过没关系，一个人也挺好的，省得祸害别人家的男人。这句话说得极其恶毒，江婉晴差点控制不住要挂电话。对了，婚礼那天你可别穿得太正式。萧母继续说，我们准备的都是高档酒席，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低调点比较好。江婉晴深呼吸，强迫自己保持冷静。我知道了，阿姨。还有啊，你要是想说什么祝福的话，记得要真心一点。萧母最后说，大家都看着呢，你可别让人觉得你嫉妒诗雨。挂断电话后，江婉晴坐在沙发上，浑身都在发抖。这一家人都是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恶毒。但这通电话也让江婉晴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些人以为她会被羞辱得无地自容，以为她会在婚礼上出丑，他们想错了。
婚礼前2天，顾诗雨又给江婉晴发了微信，发的是一张她试穿婚纱的照片。姐姐，你看我这套婚纱怎么样？照片里的顾诗雨穿着一袭白色婚纱，钻石皇冠在头顶闪闪发光，整个人看起来确实很美。江婉晴回复：很美。顾诗雨立刻发来语音：姐姐，这套婚纱是远山特意为我定制的，花了10几万呢。他说，给心爱的女人就要买最好的。江婉晴听着顾诗雨得意的声音，心中冷笑：10几万的婚纱，萧远山哪来的钱？多半是借的，或者分期付款。远山真疼你。江婉晴违心的回复：就是啊。顾诗雨又发来语音：姐姐你知道吗？远山说，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他说你太强势了，总是让他有压力。和我在一起，他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江婉晴看着这条语音，气得手都在抖，但她还是忍住了，没有回复。顾诗雨似乎觉得刺激的还不够，又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和萧远山的合影，两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我们一家3口是不是很幸福？顾诗雨配上这样的文字，江婉晴看着照片里萧远山慈爱的表情，想起当年自己流产时他的冷漠，心如刀绞。很幸福。江婉晴简单的回复了2个字：谢谢姐姐的祝福。顾诗雨发来最后一条消息：明天见，记得盛装出席哦。江婉晴关掉手机，决定不再理会这些恶意的挑衅。明天的婚礼，她会用实际行动告诉这些人，什么叫做真正的优雅和底气。那天晚上，江婉晴站在镜子前，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明天会发生什么，她已经有了预感。但不管怎样，他都会保持自己的尊严。更让江婉晴愤怒的是，顾诗雨在朋友圈里的各种炫耀。婚礼前1周，顾诗雨几乎每天都要在朋友圈发布和婚礼相关的内容，而且每一条都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即将成为萧太太了，心情好激动。不过听说前任也要来参加我的婚礼，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微笑。这条朋友圈发出后，立刻有很多人点赞评论。江婉晴看着那些评论，每一条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诗雨你真大度，换作是我绝对不会邀请前妻。有些女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离婚了还要来凑热闹。诗雨你这么年轻漂亮，前妻肯定嫉妒死了。第2天，顾诗雨又发了一条，远山说让前任来参加婚礼是想让他彻底死心，毕竟有些人总是幻想破镜重圆，不撞南墙不回头。白眼。江婉晴看到这条朋友圈，气得浑身发抖。萧远山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说这根本就是顾诗雨编造的？但更让人愤怒的评论还在后面。哈哈哈，有些女人脸皮真厚。诗雨，你老公这招高明啊，当面打脸，前妻去了不是自取其辱吗？第3天，顾诗雨发了一张她和萧远山逛商场的照片。老公陪我买婚礼上要用的首饰，说要让我成为全场最闪亮的新娘。某些人还想抢风头，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偷笑。江婉晴看着照片里顾诗雨手上戴着的各种珠宝，心中五味杂陈。这些首饰一看就很昂贵，萧远山哪来的钱买这些？评论区依然是一片奉承声。诗雨你太幸福了，老公这么疼你，这些首饰好漂亮，得多少钱啊？有人要哭了吧？哈哈哈。第4天，顾诗雨发的内容更加过分。明天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了。远山说，
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浪费了那么多年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和真正爱的人在一起，感觉一切都值得了。爱心，这条朋友圈简直是在公然羞辱江婉晴。什么叫浪费了那么多年时间？难道他和萧远山的5年婚姻就是浪费？更过分的是评论：诗雨，你老公这话说得太对了，有些人就是前任的垫脚石，真爱面前，一切阻碍都是浮云。江婉晴看着这些恶毒的评论，恨不得立刻反击，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决定用事实说话。第5天，顾诗雨发了一段长文：明天就要嫁给我的真命天子了。回想这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从最初的相识相知，到后来的相爱相守，我们经历了太多。虽然有人试图阻挠我们，但真爱的力量是无敌的。感谢远山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感谢我们的小宝贝，让这个家更加完美。明天我要穿上最美的婚纱，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玫瑰，玫瑰，玫瑰。这段话里暗示太明显了。什么叫有人试图阻挠？明明是他和萧远山背叛了江婉晴，现在反倒说的像江婉晴是第三者一样。但最让江婉晴愤怒的是下面的评论：诗雨，你们的爱情太感人了，真爱面前，小三都要靠边站。有些人阻挠不了真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幸福。明天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某些人就算去了，也是陪衬。江婉晴看着这些评论，终于明白了顾诗雨的真实用意。这个女人根本不是想要什么和解，而是想要在所有人面前羞辱自己。她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江婉晴是个失败的女人，是个被抛弃的可怜虫，而她顾诗雨才是那个最终获得幸福的胜利者。但顾诗雨还没有停止。婚礼前一天晚上，他又发了一条朋友圈：明天前任真的要来参加我的婚礼了，我既紧张又兴奋。远山说，这是一个了结过去的机会，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幸福。我觉得我应该大度一点，毕竟胜利者应该有胜利者的风范。微笑。这条朋友圈发出后，评论区瞬间炸了。诗雨，你太大度了，这种人我早就拉黑了，哈哈。明天有好戏看了，前任去了肯定后悔，看到你们这么幸福的哭死。诗雨，你就是人美心善，换做别人早就翻脸了。江婉晴看着这些评论，心中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但她还是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关掉了手机。明天的婚礼，她会让这些人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婚礼当天，江婉晴精心打扮后来到清河市国际酒店，她穿着那套深蓝色晚礼服，戴着珍珠首饰，整个人看起来优雅而高贵。但刚一进入酒店大堂，江婉晴就感受到了无数异样的目光。很多人在看到她后，立刻凑到一起窃窃私语，就是她，萧远山的前妻，听说被甩了，还要来参加前夫的婚礼，真是够可怜的。顾诗雨比她年轻漂亮多了，难怪萧远山会变心，看她打扮得这么隆重，不会是想抢新娘风头吧？江婉晴听着这些议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但心中已经开始愤怒。这些人显然早就被顾诗雨洗脑了，把她当成了一个可悲的笑话。走到签到台前，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看到江婉晴后，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小声说：“您是江婉晴女士吧？请在这里签名。”江婉晴优雅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递上礼金。工作人员接过红包，看了一眼金额，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什么也没说。“您的座位在那边。”工作人员指向会场的角落。
江婉晴顺着指向看去，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了最偏僻的角落，和一些明显不相关的人坐在一桌。这桌人看起来都不是萧远山和顾诗雨的亲友，更像是凑数的。走向座位的路上，江婉晴听到更多的议论声，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真可怜，前夫都要娶别人了，她还来干什么？可能是放不下吧，女人就是这样，死缠烂打。江婉晴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桌人明显都知道她的身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她。你就是萧先生的前妻吧？其中一个中年女人故意大声说，看起来比新娘老了不少啊。旁边的另一个女人接话，就是啊，难怪萧先生会选择小顾，年轻就是好，生孩子都容易。听说你们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第三个女人假装关心地问，女人还是要温柔一点，太强势了，男人受不了。江婉晴忍受着这些恶意的重伤，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微笑。她知道这些人都是顾诗雨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让她难堪。这时，萧远山的父亲萧先生走了过来，他看到江婉晴后，脸色明显不善。婉晴，你来了。萧先生的语气冷淡得像对陌生人。没想到你真的会来，萧叔叔。江婉晴礼貌地站起身打招呼，萧先生点了点头，但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说，希望你今天能表现得体面一点，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说完这句话，萧先生就转身离开了，连一句关怀的话都没有。萧母更过分，她看到江婉晴后，直接无视了她的存在，转身和其他客人聊天去了，仿佛江婉晴是空气一样。远山妈妈真会做人。同桌的一个女人小声说，对前儿媳妇这个态度刚刚好，不冷不热的。就是啊，毕竟现在诗雨才是儿媳妇。另一个人附和。江婉晴听着这些话，心中越来越愤怒。这一家人的嘴脸真是让人恶心。婚礼开始前半小时，顾诗雨特意走到江婉晴面前，她穿着那套价值10几万的婚纱，钻石皇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整个人确实很美。姐姐，你来了。顾诗雨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得意，感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看到你一个人孤零零坐在角落，我真的很心疼。这话说的周围的客人都看了过来，江婉晴瞬间成了众人的焦点。她感受到了无数同情、嘲讽、好奇的目光。没事，我习惯了。江婉晴平静地回答。姐姐你真坚强。顾诗雨假惺惺地说，离婚这么久了，还是一个人，不过也好，至少不用操心家庭的事情，可以专心工作。周围的客人听了都在偷笑，江婉晴的脸上火辣辣的。对了姐姐，等会儿我抛捧花的时候，你可要接住啊。顾诗雨继续说，说不定你还有机会再嫁人呢。当然了，以你现在的年纪，可能要求不能太高了。这句话引起了周围一阵轻笑。江婉晴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情绪了。诗雨真懂事，还为前嫂子着想。有人在旁边说，就是啊，这么大度的新娘真不多见。顾诗雨听到这些夸奖，更加得意了。姐姐，你看我这套婚纱怎么样？远山说，他要给我最好的一切。江婉晴看着顾诗雨身上那套华丽的婚纱，心中五味杂陈。当年她结婚时，婚纱还是租的。萧远山说等以后有钱了再买好的，很美。江婉晴违心地说，谢谢姐姐夸奖。顾诗雨转了一个圈。远山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为哪个女人花过这么多钱，我真的很感动。这句话又是一根刺。江婉晴当年为了帮萧远山创业，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结果换来的是什么？背叛和羞辱。
姐姐，你今天打扮的也不错。顾诗雨上下打量着江婉晴，这套裙子应该不便宜吧？看来你这几年过得还行。江婉晴没有回话，她不想和这个恶毒的女人继续纠缠。不过姐姐，婚礼上新娘才是主角。顾诗雨最后说，希望你不要太抢风头。当然，以你现在的状态，应该也抢不了什么风头。说完，顾诗雨得意地离开了，留下江婉晴一个人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婚礼即将开始，司仪走上台，开始调试设备。江婉晴看着台上忙碌的司仪，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注意到司仪手中拿着一份资料，时不时地翻看着什么，而且司仪的目光偶尔会投向她这边，眼中似乎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萧远山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台上，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但江婉晴注意到，当司仪拿起话筒准备开始主持时，萧远山的表情有些紧张。他时不时地看向江婉晴的方向，眼中似乎有什么担忧。顾诗雨站在萧远山身边，脸上满是即将成为人生赢家的得意。他完全没有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各位来宾，婚礼现在正式开始。司仪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江婉晴看着台上的新人，心情复杂。3年前，他和萧远山的婚礼也是在这样的场合举行的，只是当时的规模要小得多。今天是萧远山先生和顾诗雨小姐大喜的日子。司仪继续说，在介绍新人之前，我想先感谢所有来宾的光临。司仪开始逐一介绍重要来宾，从萧远山的父母开始，到顾诗雨的家人，再到一些重要的朋友和同事。江婉晴注意到，司仪在介绍每个人时都会看一眼手中的资料，而且当他快要介绍到自己时，萧远山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特殊的来宾。司仪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江婉晴。他感觉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司仪拿着麦克风，看着手中的资料，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台下的江婉晴依然淡然地坐在角落，仿佛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萧远山额头开始冒汗，他想要阻止司仪继续说下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顾诗雨还沉浸在即将羞辱前妻的快感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这位江婉晴女士，她的真实身份是……司仪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下来。萧远山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终于明白，今天真正被羞辱的人是谁。这位江婉晴女士，她的真实身份是我们清河市慈善基金会的主要捐助人，3年来累计捐款超过2000万元。同时，她也是婉晴科技集团的创始人兼 CEO。公司刚刚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市值突破100亿。整个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坐在角落的江婉晴。她依然保持着淡然的微笑，仿佛司仪说的不是她一样。萧远山的双腿开始发软，他用手扶住身边的桌子，才没有跌倒。3年前离婚时，江婉晴还只是一个海归创业者，公司刚刚起步，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根本没想到，短短3年时间，前妻已经成为了清河市商界的传奇人物。顾诗雨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他之前所有的优越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钻石皇冠在头顶闪烁着光芒，但他觉得这些光芒都刺得他睁不开眼。此外，江女士还是多个慈善项目的发起人。司仪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敬意。
去年他个人出资建立的晚晴希望小学，已经帮助了上千名贫困儿童重返校园。他还资助了多个医疗救助项目，累计受益人数超过万人。台下开始有人窃窃私语，声音虽然很小，但在这寂静的会场里显得格外清晰。江女士还是清河市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曾被评为年度杰出企业家。司仪翻了翻手中的资料，她的公司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也有着重要影响力。肖母听到这些话，脸上的表情从刚才的高傲变成了震惊和尴尬。他想起刚才对江婉晴说的那些刻薄话，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肖父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冷淡态度是多么愚蠢。根据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江女士是我们市最年轻的亿万富豪。司仪的话如同重磅炸弹，她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了50亿。这句话一出，全场彻底炸锅了，人们开始拿出手机搜索江婉晴的资料，很快就找到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天啊，真的是她！婉晴科技的创始人就是江婉晴，我还买过她公司的产品，怪不得穿得这么低调，原来是真正的大佬。同桌刚才还在挖苦江婉晴的几个女人，此刻脸色都变得非常尴尬。他们刚才说江婉晴老了，找不到对象，过得不好，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刚才还在嘲笑江婉晴的女人，此刻结结巴巴地说：江总，我不知道。江婉晴优雅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没关系，很多人都会有误解。这句话说的那个女人更加羞愧，恨不得立刻离开现场。台上的萧远山此时已经完全懵了，他看着台下依然淡定的江婉晴，脑子里一片混乱。3年前，他觉得江婉晴太专注工作，没有生活情趣，于是选择了年轻貌美的顾诗雨。但现在他才明白，当年江婉晴的专注工作意味着什么。她不是没有生活情趣，而是在建设一个商业帝国。顾诗雨更是感觉天旋地转，他想起自己刚才在朋友圈发的那些炫耀贴，想起自己对江婉晴说的那些挖苦话，恨不得立刻消失。10几万的婚纱，在50亿身家面前算什么？8克拉的钻戒，对一个亿万富豪来说不过是零花钱。江女士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商业上，司仪还在继续。她还是多个国际组织的顾问，曾受邀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她的创业故事被写进了商学院的教材，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励志榜样。江婉晴听着司仪的介绍，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这3年来，她确实经历了很多。离婚后的痛苦让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事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婉晴女士。司仪说完，率先鼓起掌来，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这掌声听在萧远山和顾诗雨耳朵里，却像是对他们的嘲讽。江婉晴缓缓起身，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向台前，她的步伐优雅而自信。3年的历练让她蜕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女人。那个曾经因为丈夫背叛而痛哭的女人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受人尊敬的慈善家。谢谢司仪的介绍。江婉晴接过话筒，声音清澈而有力。今天我来参加萧先生和顾女士的婚礼，是想亲自祝福他们。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找到幸福。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礼品桌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江婉晴说。负责收礼的工作人员打开红包，看到里面的数字后，差点没拿稳。那是一张100万的支票。台下再次响起一阵惊呼声。100万的礼金，这在清河市的婚礼上简直是闻所未闻。萧远山看着那张支票，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当年离婚时，他净身出户，江婉晴分给他一套小公寓，已经算是仁慈。现在前妻随手一个礼金就是100万，这种对比让他无地自容。江女士真是太客气了。司仪拿着话筒说：“100万的礼金，这恐怕是我们清河市婚礼史上的记录了。”全场再次响起掌声，但萧远山和顾诗雨却笑不出来。他们感觉每一声掌声都在提醒他们刚才的行为有多愚蠢。江婉晴继续说：“我想对在场的朋友们说，成功没有固定的标准。有人觉得成功就是拥有金钱和地位，有人觉得成功就是拥有爱情和家庭。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但都值得尊重。”他的话说得很有分寸，既没有炫耀自己的成功，也没有贬低别人的选择，但在场的人都能听出话里的深意。3年前，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江婉晴继续说，那段时间很痛苦，但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没想到却因此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台下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认真听他说话。现在的我拥有了一份成功的事业，也找到了帮助别人的方式。江婉晴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我很感谢那段痛苦的经历，因为它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萧远山听到这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他想起3年前江婉晴痛苦的样子，想起他离开时的决绝，想起自己当时的不屑一顾。如果当时他没有选择背叛，如果他能够理解和支持妻子的事业，现在的他是不是也能分享这份成功？但世界上没有如果，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也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我希望萧先生和顾女士能够幸福。江婉晴最后说，也希望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说完，他将话筒还给司仪，在全场的注视下走向出口。江女士，请等一下。萧远山突然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江婉晴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台上的前夫。萧远山的脸色苍白，声音有些颤抖。婉晴，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全场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等待江婉晴的回应。萧先生，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江婉晴平静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希望你和顾女士能够好好珍惜彼此。说完，他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萧远山看着前妻离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想起当年2人刚结婚时的美好时光，想起江婉晴为了支持他的事业而努力工作的样子，想起她流产后痛苦无助的表情。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一定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曾经深爱他的女人，以一种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离开。顾诗雨站在台上，感觉自己的新娘梦已经彻底破碎。他原本以为这场婚礼会是对江婉晴的羞辱，没想到最终被羞辱的是自己。婚礼继续进行，但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客人们都在谈论江婉晴，谈论她的成功，谈论她的优雅，而新郎新娘
反倒成了配角。顾小姐真是有眼无珠啊！有人小声议论，抢走了这么优秀女人的丈夫，现在看来完全是捡了个废物。就是啊，萧远山有什么好的？江总随便一个礼金就是他几年的工资，我要是江总，根本不会理这种人。这些议论声虽然不大，但足以让萧远山和顾诗雨听到，他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又不能发作，只能强撑着笑容应付客人。婚礼结束后，很多客人都在讨论江晚晴的事迹，有人拿出手机搜索她的资料，有人回忆起在新闻中看到过她的报道。原来江总还这么年轻啊，才30多岁就有这么大的成就。听说他的公司现在是行业龙头，在国际市场都很有影响力。最难得的是他还做慈善，真正的企业家风范。这些讨论声传到萧远山和顾诗雨耳朵里，就像一根根针一样扎在心上。第二天，江晚晴参加萧远山婚礼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清河市的商界，人们纷纷赞叹她的优雅和大度，也对萧远山当年的选择表示不解。萧远山当年是脑子进水了吗？居然放弃了江总，现在后悔也晚了。江总不可能回头的。听说当年就是他出轨在先，江总受了很大委屈。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萧远山的公司，同事们看他的眼神都变得奇怪起来，有人同情，有人不解，有人幸灾乐祸。萧远山的上司也找他谈话：“小萧啊，听说你前妻是江总，那你当年怎么想的？”萧远山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能说什么？说自己当年嫌弃前妻太专注工作，觉得他没有生活情趣。现在说出来，只会让人觉得他更加愚蠢。顾诗雨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江晚晴的真实身份。再看他之前在朋友圈发的那些炫耀贴，都觉得讽刺。诗雨，你前嫂子这么厉害，你们当年怎么？一个朋友忍不住问。顾诗雨脸红到了耳根。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会这么成功，可是人家当时就很努力工作啊，你们还觉得他没有生活情趣？顾诗雨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质疑的目光。更让他难堪的是，很多人开始重新评价他和萧远山的关系。原本大家觉得她年轻漂亮，是萧远山的福气，现在却有人说她是破坏了一个优秀女人的家庭。江总那么优秀的女人，就是被他们俩给害了。听说江总当时还流产了，多可怜啊！现在好了，江总事业成功，他们俩反倒成了笑话。这些话传到顾诗雨耳朵里，让他痛苦不堪。他原本以为抢走萧远山是自己的胜利，现在却发现自己抢走的不过是一个废物，而那个被他羞辱的女人却成为了所有人仰慕的对象。1个月后，萧远山鼓起勇气给江晚晴发了一条短信：“晚晴，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但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很高兴。”江晚晴看到这条短信，想了想，回复了4个字：“祝你幸福。”这4个字彻底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所有恩怨。萧远山看着这条回复，眼眶红了。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她的优秀也将永远提醒他当年的选择是多么愚蠢。江晚晴删除了萧远山的联系方式，也删除了那些痛苦的回忆。他知道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有对有错。重要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现在和未来要怎么走。他的公司还在发展，他的慈善事业也在扩大，他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目标要实现。至于萧远山和顾诗雨，不过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插曲而已，一个让他痛苦过，
但也让他成长的插曲。从那以后，江晚晴再也没有出现在萧远山和顾诗雨的生活中，但她的成功故事却成为了清河市商界的传奇，激励着无数人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而萧远山和顾诗雨的婚姻，就像蒙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消散的阴影。每当他们想起那个盛装出席婚礼的女人，都会感到深深的羞愧和后悔。他们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年他们以为江晚晴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现在才知道，她是一座他们永远无法攀登的高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